近年来，有越来越多音乐人使用母语创作，讲述台湾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各种故事和历史。无论是台语、客语还是原住民语，在串流平台的普及下，这些母语创作的能量都被带到更远的地方，让世界的各个角落都能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今天要介绍的这位，2021年以得力量专辑获得2座金曲奖的肯定，他是来自台东的卑南族歌手桑布依。欢迎桑布依来到我的节目。其实我想访问你很久了，因为从2021年那张得力量专辑，我是非常震撼的。对，因为当时我在现场，然后我听到那个放出来的那个声音，我是很感动。然后包含你的得奖感言，就是为土地的那个发声，然后到每个角落，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你来这个节目。那时候为什么想要得力量当做这个专辑的名称？因为2020年刚好是疫情的开始嘛，对，所以以为1个月、2个月、3个月就可以结束，结果拖了这么久，对，整个世界都被疫情影响了。对，那我希望透过创作的，做音乐的这个方式，提醒自己，也鼓励别人，在生活中照顾彼此，这样，然后也看得见。人类其实非常脆弱的，对，因为小小的病毒就可以造成整个全世界的一个动荡，对，而且不安全，大家都恐慌，这样，对啊，我想说，透过创作，透过音乐，把我自己的想法跟大家分享，也透过音乐彼此拥抱，透过音乐在彼此之间可以得到生活上的力量或精神上的力量。对，因为我觉得音乐是非常重要。大家常常问我说：“原住民很喜欢唱歌，很喜欢音乐。”我们不是很喜欢唱歌，因为我们没有文字，我们是透过我们的雕刻的那个图腾，对，还有我们身上妈妈所织的那个衣服的图腾，来记录我们重大的历史。对，不要让它忘记。当然，更大量的保留在音乐里面。所以我们必须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吟唱。刚刚前面讲了，对，大家没有电视，没有什么，那我们的休闲呢就是唱歌，把今天一天的辛劳，或者今天一天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把心里面喜怒哀乐，不管什么样的心情，透过歌唱去分享自己。对，那也分享自己灵魂，我们的灵魂才会很健康。也把部落的历史透过音乐传给下一代。对，所以音乐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所以它是一个可以算是灵魂的良药吧，对，应该是这个样子。其实近年来就是因为串流平台的这种兴起嘛，其实很多母语创作，不管是台语或是客语，各个语言的，其实都被传到世界各地的角落嘛。对，那你怎么看母语创作在台湾这件事情？不敢讲说原住民在台湾的音乐的角色，我只是一个创作人而已。是，我希望以后的原住民的音乐创作者，或者是想做原住民音乐的创作人，我觉得去多多了解原住民的音乐是什么，对，他为什么要有音乐，然后他族群的音乐的特性是什么？尤其是台湾这么多族群的原住民族，几乎每一组的音乐都长得不一样，完全是不一样的。对，去了解各族的族语的音乐的特性，会让你从这里去发展的时候，会让你做出来的东西是跟人家是不一样的。对，那当然原住民的音乐从最早期被人家听见的话，就是归南阿公他的那个亚特兰大奥运的那个歌曲主题曲，对，从这边听见了台湾原住民的声音。像原住民的乐风的话，就很少人去使用，大部分都是用原住民的歌，然后加到他的创作里面，变成原住民的音乐的旋律，变成只是他乐器的一部分，他的配乐的一部分。但是我相信原住民的音乐，它是独一无二的。我去过好几个国家跟城市了，那参加世界音乐节，几乎也超过30场以上了。对啊，跟世界各地方的音乐人做音乐的交流。
那我一见的，我看到的是大家对我自己族群的音乐的惊讶，对，有这种歌，有这种曲，就觉得他们觉得非常好听，非常有保存下来的价值，这样。对，所以从这里我开始一直被鼓励在族语上面的创作，所以那也奠定了我对族语。就是族语创作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得到那么多的鼓励的力量，所以一直坚持在用族语创作。对，其实黑人音乐它就是从最基层的奴役开始。对，那他们这些音乐呢，也是他们以前最古老的工作歌，他们发展出自己的歌，甚至一直到美国的街头的一些 rap， 说很多的歌谣或 R&B， 对，都是从他们的传统里面的歌谣去发展出来的。对啊，我觉得就是它的文化，然后它也影响了全世界。对，是啊，所以慢慢的，也许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自己国家的很特别的音乐的素材，然后来做这边创作。那当然，学习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去了解很重要。对啊，不要说每次你弹了一个巴萨诺瓦或者是什么，那都还是别人的。抽掉语言的时候，那个音乐还是别人的。觉得去找到自己啦。你喜欢什么音乐，然后在里面去做创作。像大家就说桑布伊，几乎桑布伊的专辑一出来，很多的拼就是不被归类的，因为乐风就是跟人家其他不一样的。我觉得走自己的路吧，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走自己想要走的音乐也很重要。那对我本身我是原住民的音乐的创作人，当然我是朝这边去鼓励自己的孩子或台湾的所有的音乐人去重视这样的音乐，然后我也很多朋友在他自己母体文化里面的创作，对啊，就像客语很多的朋友都在创作，或是所谓的闽南歌、闽南语或者是台语，也很多的朋友在从他的家、从他的社区的庙宇开始去创作自己的，大量使用一些传统的乐器，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开始啊。对啊，我觉得去坚持自己啦，对啊，然后去找到自己的很特别的地方，然后勇敢的走，就对了。力量来自于坚强的信念，拥有强大信念所产生的力量，纯粹且无比强大。当你将信心放在自己身上时，你将永远充满力量。TMC IR 2.0资源包开放下载中。今天带来的这把琴，你有用它创作什么样的歌曲吗？第3张专辑《温暖的光》啊，对，《温暖的光》，还有比较慢的歌，拥抱是拥抱，我是用钢琴，用钢琴弹奏的，还有一首叫做《抚摸》啊，抚摸啊，对，也是用吉他，对。这个节目其实主要就是在聊吉他嘛，其实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吉他在部落里面它的代表性，这样，就是你们都是。对，你都是用吉他在做没有，是功能性。对。部落从以前开始，从我出生有记忆就部落就有吉他了。对，那部落会习惯用吉他的方式，就是我们自己传统的习惯。只要你农忙休息，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部落的年轻人啊，然后未婚的，我都会相约到部落附近啊唱歌什么的。对，那最早期呢就。我们都会有一些像口簧琴啊，对，口簧琴啊，笛子类的东西啊，比较早期，或者用树叶，以前早期用树叶，就是吹奏旋律，对，然后唱歌，一直到日治时期就有那个口琴，对，口琴就比较大量在部落使用，对，然后一直到民国初期、中期那个时候，部落才有。接触到吉他啊，大概民国50年左右啦，50年就部落有进入到吉他，我的记忆里面听长辈讲，对，那吉他对部落来讲就是彼此感情之间的交流，或者是谈恋爱使用，或者是写自己的歌，对，那吉他对我来说，
从小就听到家里隔壁的大哥哥、叔叔他们，对啊，他们就会拿吉他，每天晚上就那边消遣。对，然后以前没有什么电视啊，也没什么，家里不会有一些拉旧啊，或者是没有，电的东西很少。对，那木吉他它是不用的，它就随时随地都是在部落是一个陪伴我们度过寂寞的夜晚那种，对，度过谈恋爱的时期。吉他对不只是我的部落，对整个台湾原住民的影响很深，尤其是去远洋都会带吉他。对，然后还有到邻邦工作。什么叫邻邦工作？就是在早期日本时代，然后公民初期，很多的树木都被砍伐，对，为了要种树，所以就有邻邦的工作，所以很多部落的青年男女离开部落到山上，可能1个月2个月的时间去种树才有回来，所以他们晚上的消遣就是吉他，对，他们就带一把吉他，不过只剩下1条弦2条弦，他们还是可以弹得很好的，对，它只是一个节奏而已，对，所以吉他很深刻的在部落里面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对很多的创作人，因为他随时都可以拿，然后可以背着旅行，吉他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算是对所有的人啊，对，都所有音乐人喜欢音乐的人是一个非常大量使用的一个乐器，对，在创作上面，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吉他是非常重要的。北流串联了很多场馆，包括台中歌剧院、高流、高雄卫武营，还有两厅院，就做了这个 IR 的取样技术。你听到这个技术的时候，你对于这样子这种取样空间或者取样吉他这种技术，你对未来会有什么想象吗？IR 这个部分，我就觉得很好啊，它可以把人的情绪一个乐器可以带到另外一种空间，对，不要透过自己的想象，其实从耳朵听到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科技的发展吧。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使用它，对，好好的利用它，然后去创作自己的音乐，我觉得很好啊。科技一直在进步，那对未来就是空间的东西，不用一定要到那个地方你才可以感受得到。我觉得从音乐从科技这个地方可以去让你去感受，我觉得这很好啊，没有不好。对对对。你接下来有什么新的计划吗？当然，对，可以稍微透露一些这样。接下来计划，其实我对音乐的想法，我不会仅仅一直做那样的东西。其实我第1张到第3张专辑几乎都不一样。对，那第4张专辑已经有在谈了。对，我是做自己的 R&B， 对，这个原住民的 R&B， 哇，然后也给了一些朋友看啊，像剃刀奖。对，他就很积极的，我们有聊过很多了，那希望有不一样的突破了。对，那当然明年也有别的专辑啦，可能台语歌
专辑吧，或者是因为之前有合作一些舞台剧，对，那舞台剧他是唱台语的，吴雄老师啊，他们创作的，对，还有黄立新老师他们所创作的歌，他们也希望说把之前录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的都停摆了，很多想做的音乐，然后也希望明年把这些歌也可以录成一张原声带，对他们的剧的原声带，那我说也可以。那在去年呢，我也跟客家的黄连英老师也合作了一首歌，我觉得去尝试吧，我去尝试不一样的音乐，会给我们更多的丰富的东西在生命里面，更多丰富的音符，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在我们的灵魂里面。我不会想说一定要到怎么样的目标，但是已经在走了，已经在走了，就可以慢慢的去调整自己，这样。那也希望明年也可以出一张，把今年所想到的事情，可以把它变成是用行动把它去做出来，可以听得到，看得见，对。那至于会有怎么样的效果，就没有很期待，然后只是喜欢做想要做的不同的音乐的挑战。对，去年台东那个湿地那边就是有土地的议题，对土地的议题。目前也很高兴在部落里面，我们对这个土地的议题一直很在意啦。那没有土地就没有人的存在嘛。土地刚才前面讲到，土地不健康，人就会跟着不健康。对，那土地上不只是有人而已。对我来说，对我们的族群来说，土地上还有很多的动植物都在里面，它都需要保护。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是环环相扣的。对啊，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破坏其他的东西，这样。那也还好，部落的团结，也感谢很多关心我们资本部落、卡塔迪布部落湿地这件事情的开发案。我觉得就是不要害怕吧，一个小小的部落可以抵挡这么大的财团，然后跟地方政府，对啊，我觉得只要你勇敢，你站得住脚。你就往前走，不要怕流血，不要怕困难，不要怕流汗。我觉得走自己的路很重要。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我们就要勇敢的走，很骄傲的去走，然后不要害怕。这样我觉得也还好。土地的议题是大家的议题，然后不只是我部落的问题，是整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人的议题，那也是整个世界的环境的议题。那我觉得正义很重要，正义很重要。然后我们一定要站出来，不管是我的部落、你的住的地方，或是其他人住的家乡，遇到了环境上的议题，其实都不要客气，你大声喊出来，大家都会听得到，而且会很主动的去帮你们。对啊，我觉得加油，然后也希望土地环境的议题不要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太严重的破坏，也不需要有破坏，慢慢的去调整自己，我们会更好的。今天非常谢谢三不一，就是来我们节目，我今天其实听得非常感动，然后也希望接下来一切都顺利，不管是你的作品，或是未来土地，就是这一切，我都希望可以越来越好。好啊，也祝福你们也能够透过音乐把自己的想讲的事情可以很直接的告诉大家，然后从音乐里面得到力量，从音乐里面得到祝福，然后我们也去从音乐里面去给别人更多的需要，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我们一起要加油。对，我觉得就像我的部落的长辈，像我爸爸讲的，被人家需要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壮大自己，然后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人需要我们。对，我们就互相的一起加油，这样。好，谢谢你，谢谢。然后这一集我们一样会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获得由婉玲乐器赞助的乌克丽丽一把。留言你对这集的感受，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送你这把乌克丽丽。好，就这样，下一次节目见。